Hello guys， 我最近参加了一场家庭聚会，目睹了一个熟悉的场景。我表弟一个25岁的人被七大姑八大姨团团围住。什么时候带女朋友回来呀？眼光不要太高了。他全程陪着笑脸，一遍遍的重复：我现在真的不想结婚，一个人过得挺好的。看着他强装镇定的样子，我突然很心疼，因为在场的所有人，只有我知道，他半年前刚和交往5年的男朋友分手。那一刻，我意识到，不婚对于很多人来说，不是一句潇洒的口号，而是一层厚厚的保护色。今天，我想和大家认真聊聊，在这层保护色的下面，藏着多少性少数朋友说不出口的无奈。首先，我们要理解的第一重枷锁是来自最亲的人。我认识的一个朋友，每年过年都要上演同一出戏，妈妈会哭着说：“你看，对门张阿姨都抱孙子，妈妈就这一点心愿。”爸爸会在旁边叹气：“你是不是要等到我们闭眼了才肯成家？”他说，那一刻感觉就像被撕成了2半，一半是想大声说出真相，另一半是看着父母花白的头发不忍心。最后，他选择了最折中的方式，不婚。他说：“我宁愿他们觉得我是个怪人，也不愿意他们因为我的性向被人在背后指指点点。”这不是欺骗，这是在孝道与真实自我之间的艰难平衡。第二重枷锁来自于我们生活的每个角落，那个无处不在的正常人生模板。想想看，从小到大我们听到的都是什么？长大了要娶媳妇儿，要嫁个好人家。在职场里，同事们会热心的给你介绍对象；同学聚会上，大家会比较着谁先结婚生子；就连买房，中介都会说这房子最适合做婚房。在这个人人都按部就班的世界里，你说出我是 gay， 就像在平静的湖面下投下一颗炸弹；而你说我不婚，至少还能维持表面的和平。我们不是想要说谎，而是想要一个生存的空间。最让人无力的是第3重枷锁，那些看得见和看不见的歧视。之前有一个粉丝给我留言，他在工作，他说主任最喜欢在饭局上说咱们单位就缺个 gay， 多新鲜啊。就这一句话让他在单位里永远不敢表达真实的自己，不敢与人过多的接触。他今年38岁了，用的还是不婚这个借口。这不是个例，在很多地方出柜可能意味着社交性死亡，被同事孤立，甚至被辞退。当说实话的代价如此之大时，不婚就成为了最安全的盾牌。所以当我们在谈论不婚时，我们在谈论的到底是什么？我在后台收到很多类似的私信 ，UP 主，我觉得我自己活得很虚伪，每天戴着面具生活，感觉好累。这些留言让我感觉特别的难过。问题的核心从来都不是性少数群体为什么要骗人，而是为什么我们的社会让说真话变得如此的艰难？为什么正常的定义如此的狭隘？为什么一个人的价值要靠婚姻状况来证明？每一个选择不婚的性少数者，内心都在经历着这样的天人交战。我们渴望被理解，渴望被尊重，却又害怕被排斥，想要做自己，却又舍不得伤害爱的人。那么，我们究竟能做些什么呢？如果你是一位父母，也许可以试着换一个角度，与其追问孩子为什么不结婚，不如问问你最近开心吗？有什么想跟我分享的吗？给孩子创造一个可以说真话的环境，比催他完成结婚这个任务更加重要。如果你是一位同事或者朋友，最大的善意就是收起过分的好奇心。结婚与否都是个人的选择，不追问就是最大的尊重。而如果你正在经历这样的挣扎，我想对你说，你并不孤单。这个世界确实还不够完美，请试着找到可以倾诉的圈子，无论是经济上还是心理上，也要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加的强大。只有当我们足够强大，才能等到不需要说谎的那一天。我们下期再见。